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最后酿成了一坛封得死死的酱缸？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总是越聪明越活得像被困住了一样？为什么我们号称礼仪之邦，却在现实中陷入奴性、保守与欺诈？面对时代巨变，我们应如何实现文化的新陈代谢，跳脱粪坑变酱缸的怪圈？从鲁迅的阿 Q 精神到博洋的酱缸文化，他们骂的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自以为是传统，其实是腐败；自以为是团结，其实是互害。今天就让我们揭开这坛酱缸的盖子，看看那股久久不散的臭味究竟从哪里开始发酵的。今天我们继续读《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今天读到的是酱缸文化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酱缸文化，执笔者朱正生先生，文载1981年8月24日至26日纽约北美日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序，祖宗不足法。这是宋神宗时代实行政治改革的王安石的名言。这位政治家恐怕是秦汉以后盛唐以降的第一个不愿固守传统而敢于向历史祖宗提出挑战的人。我们中华民族从宋朝起就国势转衰，到了19世纪终于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我国知识分子才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古老的文化的问题。从清济文化殿大学士理学名臣倭人于1867年反对人士接受西学的言论算起，关于中国文化的论争断断续续已闹了100多年。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中西文化矛盾中所引起的一场激变。以中国幅员之广、人口之众、民性之勤、智慧之高，竟一再受制于外国。自鸦片战争之后100年来，几乎亡国灭种，其非咄咄怪事，令人大惑不解。凡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无不为此潜心探索。因惜我国积弱如此，无非种因于文化。在无数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的人士中，我们最熟悉的前有鲁迅、胡适，后有博洋。他们眼见社会道德的堕落，政治观念之落伍，学术文化之萎缩，以致针砭时弊，痛抵我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世故、功利、权诈、谄语、尼古、保守、作伪的传统文化。我们就拿博洋来说吧，这位以杂文名闻天下的作家，著作等身，除了若干文艺小说而外，既有短篇杂文《博洋选集》10集、《博洋随笔》10集，以及讽刺小说《古国怪玉记》打翻千字架2集。他的全部作品都以嬉笑怒骂、刁钻灵活的笔法，向目前中国社会中的畸形道德和丑恶人性展开无情的攻击，吸引了无数像孙观汉先生、韩雾小姐这样的忠实的读者。这个糟老头的基本出发点却是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责之也克。他一方面是不满现状，而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深感叹息。中国人的木气、保守、迷信、愚昧、欺诈、相怨、贪污、奴颜、畏缩、虚荣、势利、淫乱、嗜杀等等恶劣的习性和人性是多方面的，很难一语予以概括。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心不正、道德没落的现象往往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或直接从我们的祖先手里遗传下来。鲁迅先生把中国人那种病态的精神上的存储反应统称之为阿 Q 精神。李宗武先生从我国官场悟到了一种厚黑哲学，叫人脸厚如城墙，心黑像锅底。曾在生活艰难的抗战期中脍炙人口，人人乐为传颂。现在我们的博洋先生对上面这些林林总总积非成是的盘古文化无以明之，从而称之为酱缸文化。酱和霉豆腐一样，都是我国农村里最常见常吃的食物，二者的制作过程都是经过发酵生霉的化学作用而成。因为具有以毒攻毒的自我防腐作用，这两种食物都很容易保藏，
无论冬冷夏暖，都可经久不坏。实际是本身已经腐烂到了极点，根本无从再坏起。霉豆腐是吃稀饭用的一道好菜。至于酱，它的用途就更多了。酱可以做成甜面酱、辣椒酱，下饭调味都可以。当我们把黄瓜、萝卜、生姜放在酱里泡一个时期，这些东西就原味尽失，而成了酱瓜、酱萝卜、酱生姜等等所谓的酱菜。这些蔬菜成了酱菜之后，也就与酱一样容易保存，经久不坏了。不过，无论酱和菜，毕竟是中国民间的穷办法。在肉类价格齐昂、新鲜蔬菜不能终年常有的情况下，只好以酱、酱菜、霉豆腐、咸菜、梅干菜等家常菜来下饭。反正中国人一向米面是主食，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话虽是这样说，像酱这种东西，偶尔吃一点是可以的。如果以此为主，长期的吃，任何人都会倒进胃口。笔者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在抗战时期上学，每次总家带去的菜以酱菜为最多，到后来吃的一嗅到那股酱味就怕了。说完了酱的特性，聪明的读者就不难理解博洋先生为什么把中国的古文化称为酱缸文化的道理了。酱缸里面所存储的东西固然不全是一无是处的渣滓，但其内容之沉腐污浊则是一定的。博洋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劈头就下了一个定义：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个被奴才统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摧残，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博洋先生对于酱缸文化深恶痛绝，成见越来越深，久之他干脆把这个混沌的酱缸看作是一个垃圾坑，把一切有恶名的东西通通往里丢。像目前中共把四人帮看作一切罪恶根源一样，凡是现在要抛弃的东西，通通归咎于四人帮或四人帮所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也痛快淋漓，干脆利落。世界上有两个大酱缸，一个是位于亚洲大陆西南角的印度，也就是古代的天竺或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地方；另一个是东濒太平洋、南临南海、西起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北接西伯利亚的中国。印度酱缸里盛放的是逃避人生现实的印度教文化，中国酱缸里面所装的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道、统定于一尊的固有文化。这两个古老的国家同是地广人众，但都将国之不国，民无死所，其贫穷为世界之最，弄得差一点都被自己的文化所埋葬。不幸的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中国向来与广阔的世界隔绝，既没有外交，也没有通商，别人的文化不易流入，我们自己也不屑于接受。从外国传来而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东西，没有别的，只有麻醉人心的佛教。又由于华夏民族的夜郎自大，一向把自己尊为天朝，凡中国以外的地方都视为藩属或蛮夷之邦。对付这些文化较低的民族，不是剿就是俘，可说因应自如，游刃有余。可是中华民族到了19世纪，情形就大大的不同，因为这时候到东南亚来找麻烦的英、美、法诸国，绝非以往的匈奴、羯、氐、羌、鲜卑、蒙古、倭寇等异类可比。我们雄居海港，炮阵要塞，而那些来自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闭眼儿，竟能从几千里外的海洋上坐着船，装着炮，把我们岸上以逸待劳的上国水师和陆师打得落花流水，俯首称臣。天下竟有这种窝囊的事，这才真把那些满大人搞糊涂了。笔者每读史书，以今世昔，有感大惑不解，悲愤莫名。民族与民族的竞争，优之于个人与个人的竞争，最足以一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文化高低。原来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方世界已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仍停滞于中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还热衷于小脚、辫子、太监、姨太太和鸦片烟。西方的科技于18世纪中叶已开始制造坚船利炮，我们利用机器从事生产和运输，而我们的农业、工业、军事
还都停留在唐宋时期，文人或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我们实在太落伍了。天朝中国又焉有不敢不亡之理？而后有识之士寻根究底，渐渐看出我们的问题出在传统文化上面。可是偏偏有些东烘先生执迷不悟，挂起卫道旗帜，不脱孔孟的奴性，披着道统的外衣，宣传儒教。其实我们的本位文化简直已成为一个大粪坑。难怪1981年8月16日，博洋先生在纽约华埠荣鸿小学大礼堂讲中国人与酱缸时，一开始就重提他在《猛撞酱缸记》中引用过的2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笔者注：此话原出于《聊斋志异》，以说明因果循环之理。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一个时代的盛衰荣枯，岂能无因？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统是好是坏，用不着把头钻到故纸堆里去研究，只要睁开尊眼看看，我们民族现在受的是什么洋罪，就该明白了。而我们能不能复兴，用不着到街上找贴嘴直断，只要看看我们民族现在做的是什么事，也就应该同样明白。酱缸文化一词与阿 Q 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什么是酱缸，酱缸文化里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妙就妙在可以心领而很难言传。聪明的博洋先生那天讲演的时候，恐遭画蛇添足之讥，并未提出解释和解说。不过笔者对博洋先生所提出的酱缸文化问题有2个初步的假定。第一，博洋先生好像是一个病理专家，而不是一个生理学家。他在那浩瀚的著作中指出无数因我们的古老文化而产生的病变，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去深思文化的本身是什么，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发生现象、变动和层次等等学理的问题，也没有下功夫去研究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源流如何。因此一不小心他自己也跌入文化的陷阱里面去了。文化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它是人类为了争取生存、适应环境所做的一切努力的总成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融合整体。文化之分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是死要面子的顽固分子为了不肯接受西洋文化，甚至不愿承认西夷也有文化这个事实，而硬捏造出来的二分法。博洋先生与胡适同志对于这个观点一向抱着统一的态度，故他在《勃然大怒集》中说，把文明分为东西还有点道理，但把文明分为物质和精神实在是婊子养的。严格地说，世界上压根没有什么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不存在的，起码是不能单独存在的。没有物质文明就没有精神文明，一定要有的话，则那不是精神文明，而是神经文明。这是他在1965年12月23日在台北以神经文明为题所写的一段话。他的主张与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等人骨子里根本不承认西洋的学术文化意见是背道而驰的。可是在15年以后的8月16日，当他在纽约大谈酱缸的时候，竟忘记了上面的说法。笔者很惊讶地听到他一再区分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2种东西。他说，这个大的冲击对我们酱缸文化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新的世界，有那么多的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读者们，你们看看他这段话与上面那段咬牙切齿反对精神文明存在的话，是不是明显地冲突和矛盾呢？是不是博洋先生上次的笔法是一时心血来潮，而这次的口诛是有一点神经冲动呢？博洋先生讲演完毕后，有1个多小时的发问和讨论。当日笔者就提出2个问题，一个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问题，
已如上述。他承认这是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所发生的错误。第二个问题是，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文化的发生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是循着一种客观的程序，并且形成各种文化上的不同层次。我问博洋先生是否同意这种观点，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是否有层次上的不同，或者说西方文化是不是比东方文化高出一层。这个问题，博洋先生没有明确地表示他的意见，只是含糊其辞，敷衍了过去。许多中外人士谈起文化问题来往往很起劲，可是进一步追究文化是什么，也许马上会使大家感到茫然。美国教育家前哈佛大学校长罗厄尔说得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但是以我们目前对文化的认识程度来说，至少下列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中西文化之间谁优谁劣是近100年来知识文化分子争论不休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找到评定文化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在优劣的标准没有定位以前，任何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适者生存这个生物界生存竞争的原则应用在文化上，以一种文化之能否适应它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环境的压力作为优劣的标准，那就不用说的了。西洋文化是优于东方文化，我们俗谓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而西方的物质文明优于东方，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何况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与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涵盖了文化发展中的各种层次。若以物质和精神这样简单而粗疏的分割法，不能说明文化的内容。二、人类文化的发生已有100万年以上的历史，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文明人固然有文化，所谓野蛮人同样有他自己的文化。究竟谁是文明，谁是野蛮，这是文化价值观问题。在世界文化典型尚未出现以前，我们很难笼统地指出谁的文化优秀，谁的文化落后。但人类是有活动的，因此文化也跟着流动。文化有文化就会彼此接触，一经接触就有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败，落后的文化就会被淘汰，并遭到灭亡的命运。例如巴比伦文化、亚述文化都已成为历史的一个名词，根本从世界上消失了。南美的印第安土人印加族和中美印第安人之玛雅族都曾有过很高的文化，但到如今只留下一些遗迹供人凭吊。再说埃及文化，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古代的西亚文化现在已为油田所淹没了。印度文化正在蜕变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在艰难的挣扎。三、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不过有的文化变动的快，有的文化变动的慢。无论中国人自己的心里是否愿意，事实上中国文化已经被船坚炮利逼着我们走上变迁的道路，不想变也得变。任你对自己固有的文化多么爱慕与贪恋也没有用。文化是和水一样的，只要找到出路，它就要流入或渗透。例如随着建交行为，太平洋两岸间的桥梁畅通以后，很快地中国大陆就发生了不可抗拒的生活上的变化。可口可乐、彩色胶卷、录音机、电视机、电子计算器一拥而入，男的西装领带，女的裙子、口红、烫发，一一应运而生，日趋时尚。所以文化一经交流掺和，优劣自明。我们为了文化问题操过许多无谓的心，老围绕着变与不变这个轴心上打转。什么回向源头论、中体西用论、本体文化论、全盘细化论、阳为中用论，争得脸红耳赤，唇干舌燥，闹了半天，到头来又有什么用呢？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还不是也来了。四、文化不但要变，而且贵在不断维持良好的新陈代谢作用，使不合时宜、见不得人的文化一层一层剥落退化，不断产生另一层次的新文化。切忌过于好古、泥古，
拿圣人之教这顶大帽子来责备人离经叛道，以致一堆古老的文化不变不弃，而形成麻麻杂杂、黏黏糊糊的一个大酱缸。简而言之，当我们的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不必惊慌失措，也不必盲目地实行文化抗战，产生义和团式的保卫本土文化运动。我们要知道，文化有种族、地域、时间、阶段、层次等等之别，但文化与文化都有互相依赖的倾向。这种依赖包括纵横两个方面。例如，东方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有赖于西方文化的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哲学、宗教、天文地理、政治法律等等方面的知识。西方文化的改进也有赖于东方文化中的艺术、伦理、烹饪技术、拳脚功夫等等来充实它的内容。再从整个人类的文化来看，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互有密切关系的。没有石器时代，就没有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也不能不经过青铜器时代，而一步跨入今日的电气时代和太空时代。总之，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个文化与那个文化经过这个时期到那个时期渐渐如化地变发展。第二，博洋先生在中国文化问题的思想范畴、观念形态上都未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层面。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对中国影响之巨实在无与伦比。在文化史上来说，真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如果博洋有鲁迅、胡适那样好命的生辰八字，也就不会因文字而立牢狱之灾了。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恐怕就不是那么顺利的事。甚至时到今天，我们回头去看那时的新青年、独立评论以及其他的新月、人间世等期刊杂志上的有关中国问题和文化思想层面的论述笔战，真是多彩多姿，实在令人不胜怀念与赞叹之至。在8月16日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博洋先生提出了一些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指责过的匠气。这些从酱缸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问题，正是五四时期的健将们大声疾呼过的论点。我们把他的演讲内容归纳起来，大概可分为下列几个方面：一、阉割和缠脚。阉割这种惨无人道、不可思议的事，说起来实在是太恶心。我们的祖先竟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使我们的后代子孙个个脸上无光。妇女缠足这种娇柔造作、戕害天和的习俗，起自南唐李后主宫中行乐，有宫女以帛缠足而舞，一时上行下效，相袭成风，是为缠足之滥觞。此后秽淫造孽，长达1000年之久。中外有关缠足的各种史记，真是洋洋大观，不胜列举。这个陋习大概在唐、宋、元、明400-500年间发展还不是很快，因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太还是安徽凤阳的大族婆，算是一个例证。可是到了满清却加速发展，很快就成为根深蒂固的风习。民国成立以前，除江西、广东等边区少数客家人以外，全国妇女没有不缠足的。二、荣誉一元化的文化价值观。中国人想要扬名声显父母，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一头钻进官场，做了官就可以发财，就有权有势，跟着身份、地位，一切荣誉都有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荣誉利禄的途径，绝不是经商致富或制造发明，而是刻名文章。所以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素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10年寒窗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挤入仕途。士是四民之首，他们瞧不起工匠和农夫，也瞧不起唯利是图的商贾。有身份的女子绝不肯嫁作商人妇。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和声望的外表层相是面子。中国的读书人最爱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分子的第二生命，面子也是中国文化分子的自尊心之最积极而具体的表现。所以大家说人生的情面、体面、场面，这3碗面最难吃，但又不得不吃。甚至时至今日的台湾，还是一条边式的学制，
教育不讲究内容，不重视公益和职业教育，人人只知由幼儿园、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往一个窄门里钻。每年参加联考的考生在选择志愿时，是先选学校而后才是志趣，以大学的名声费用的考虑为先，把所有各大专学校的所有科系都填在报名单上，填完为止。入学目的还是受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万钟粟那一套名利和虚荣观念的作祟。3. 乡愿，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良知的泯灭，事情不分是非曲直，不管真伪黑白，只根据同个人的关系利害好恶论事。这种人无论做什么都没有正义感，都缺乏道德勇气，处处推拖拉，对人敷衍，对事不负责任。所谓明哲保身，温良恭俭让也者，只不过是随波逐流，逃避现实的别解。4.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争，这个问题已在前面讨论过了，不必再提。5. 人权、民权和自由，这些名词都是舶来品，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人民在皇帝面前的地位连狗都不如，什么民为贵，君为轻，只听见过有此一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事实的表现。中年秉手抵足，为孝敬肚皮而忙碌的人民，是没有余暇去从事较高级的文化活动的。一般的农民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生自灭式的自由。6. 包容性，心胸狭窄是我们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很强烈的弱点。以我族主义为中心的中国人，一向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被征服的夷狄和化外之民，烧杀抢戮奸淫无所不为，绝不客气。对外来的文化特征处处都看不顺眼，而且有意无意存在着一种鄙夷和排斥的态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美国，就更惭愧了。他们对待那些船民和难民，无论是友邦或敌国，都来者不拒，不但周济衣食，而且还要提供教育，安排职业。这种同情心和包容性是何等的伟大。7. 容忍性，民主、法治、自由是现代政治的3大支柱，而容忍又是自由的基础。不能容忍就不会有自由。胡适之先生在台湾时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登在《自由中国》，篇名即为《容忍与自由》。他的主张是，政府肯容忍，人民才能有自由；个人要肯容忍，才不致妨碍别人的自由。果能如此，则执政党能容忍反对党，党内可以容忍党外，大党可以容忍小党，大家就可以和平共存，各走自由发展的道路。有一次，我在纽约地下铁里看到一个黑人高高地翘着二郎腿，那时是晚上，车上乘客并不多，并不妨碍别人行动，但一个警察走到他面前加以干涉，两人都很不愉快。那个人就说了一句，这是我的腿，隐含意思是我的腿放在哪里是我的自由。他不买那警察的账，二郎腿还是照翘在那里，那个警察也只好默默地走了。我在心里想，美国真不愧是一个民主自由有素养的国家。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台湾，那3座牌的警察会容忍那条二郎腿吗？在这里加一句，作者应该是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中国的更加严重。中国在1991年，一位公民因为吃饺子不蘸酱油而被关进监狱里2年，具体内容可以 Google 一下。好，继续回到这本书。第8，女权。在传统上，中国社会男女生活的壁垒特别森严，重男轻女的观念深入民心。在封建时代，女子不得抛头露面，女子不能有财产权，不能成为一家之主，否则就是反常的异教。女子与孺子、小人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圣人的遗教还强调女子不必有才能，只要严守妇道，从一而终就好了。所以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再加上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便是3从4德，也就是当时社会压迫女子的道德律。自古以来，男子3妻4妾，
犹如家常便饭。可是，在旧礼教的约束下的女子，如有不贞，只有去死的一条路，别无选择。吃人的礼教，杀起人来比什么都厉害。所谓的贞节牌坊，鼓励女子个个要3贞9烈，正是礼教吃人的一个代表作。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酱缸文化这个小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